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没有父母，无依无靠。我想去国外打工，台湾也行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能开窗透一下气吗？该上的班是一天没少，该拿的钱是一分没有。在回老家的路上，被告知今年没有年终奖，在想这个年要怎么过，我该怎么办？感觉没有希望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失业潮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身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？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是已经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打工人，好像都逃不过裁员潮的阴影。年终奖没了，工资缩水了，就业机会更是少得可怜。更离谱的是，很多人竟然被逼得想去台湾的夜总会上班。这不是影视剧里的情节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前段时间我刷到一条新闻，说有不少大陆女孩因为经济压力，计划去台湾夜场工作，甚至有人因为申请不过去，最后转战新加坡。看到这儿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工作的人，反而要去台湾、新加坡打拼？难道台湾真的比中国大陆好那么多？还是说，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让年轻人彻底看不到希望了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台湾和大陆在经济、就业环境上的巨大差异，看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逃离中国去台湾闯荡。先来说说大陆的就业困境。大家都知道，过去几十年大陆经济发展飞快，大家似乎都能看到希望，即使再苦再累也觉得生活有奔头。但这几年，特别是疫情以后，风向变了，房地产暴雷，互联网裁员，制造业不景气，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很多年轻人努力读书考大学，以为只要拿到好文凭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结果现实狠狠给了他们一巴掌。985、211名校生找不到工作，清北复交的毕业生投简历都没人要，甚至为了争抢1个月薪5000的文员岗位内卷得头破血流。职场老油条也不好过，有些35岁以上的员工熬夜加班10几年，最后还是被公司裁掉，连赔偿金都没拿到多少。普通人更惨，有些人想着自己创业吧，结果发现市场早就饱和，做小生意的全赔光，摆摊都赚不到几个钱。最要命的是，就算你没被裁员，工资也在偷偷缩水。比如去年很多互联网大厂裁员的同时，还把年终奖砍得所剩无几。以前年终奖能拿个几万的员工，现在只能很无奈，因为1分钱都没有。更有甚者，工资虽然没降，但加班越来越多，相当于变相降薪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能开窗透一下气吗？该上的班是一天没少，该拿的钱是1分没有。别人的年终奖是厚厚的红包，我的年终奖是刚走下来报销。到底是谁27号还在报销？有年终奖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就不能多我一个？谢谢师傅。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没有父母，无依无靠。我接下来要去哪里？对，是我没本事。我想去国外打工，台湾也行。有没有好心人帮帮？你们的年终奖和绩效都发了没有？今天有个粉丝找到我，他说本来是指望着年终奖和绩效替换网代替的，今年的年终奖没想到突然就取消了，这下个急死，让我跟他想办法赶紧还成银行的低息贷款，不然他1个月工资8000，网贷就要还1万多，结果年又还尽是开支，实在是背不住的。国企、央企都降薪20%，年终奖也取消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还是不要超前消费，钱只有到个人的口袋里面才是你的，不要觉得你下个月发工资，这个月用点网贷没得事，但是万一你下个月有下个月的开支，是不是？你们那么看？在回老家的路上，被告知今年没有年终奖，在想这个年要怎么过，我该怎么办？感觉没有希望了。辛苦1年，就那个死工资，1年也没攒下什么钱，就指望留下个年终奖。现在告诉我没有，想哭。老板，我们的年终奖什么时候发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今年年终奖我有3不发。首先，干得好的我不发。闻所未闻。干得好为什么不发？因为成就感是最好的嘉奖，又何必拿物质去污染？干得不好的也不发，因为我心地善良。这又怎么说？我怕你们拿这份钱无地自容，于心不安呐。没事的，老板，我的脸皮相当厚，俺也一样。哼，干得不好，公司不裁你已是莫大宽容。哈哈，像我这种干得不好不坏的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更不能发。如果你想保持平常心，我就让你不忘初心。
老板你真帅，考虑得很周到，有你这样的老板是我们的福气。老板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多人被迫寻找另一个出口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台湾。那么台湾的就业环境为何比大陆更有吸引力呢？讲真，台湾的工资水平对比大陆，很多行业的薪资待遇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举个例子，台湾最低时薪是183块新台币，而大陆的最低时薪有些地方只有10块、15块，差距是不是一下子就拉开了？台湾的服务行业，比如咖啡厅、便利店、餐厅，普通打工人的月薪大多在3万至4万新台币，而在大陆，类似的服务业月薪可能只有2000至3000人民币，甚至更低。台湾的工作时间普遍比大陆短，尤其是行政、公务员类工作，基本都是朝9晚5，周休2日。但在大陆，许多行业还在实行996、007，加班文化根深蒂固。所以，不少大陆年轻人发现，如果能在台湾工作，薪资比大陆高，压力还更小，那不是赚到了。但问题来了，台湾对大陆人就业是有限制的。你不能随随便便过去打工，必须得通过结婚、直系亲属、移民、公司聘用等途径才能拿到合法工作机会。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很现实的情况，一些女孩因为去不了台湾，最后选择了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，甚至不惜去夜场、酒吧、陪酒行业赚钱。这就让人不得不思考，为什么在自己国家找不到工作，反而要跑去外面赚钱？今年的夜场太难做了，在抖音上听陆佩说，大陆人去台湾的夜场工作的很多，不知道我这样的能不能也去台湾混口饭吃。现在福斯康的人流量特别少，陆续转移了很多部门去越南。到底是谁把这些良心企业逼走的？让我们这些底层打工人来承受后果。最近加班很少，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。我在深圳快要混不下去了，非要把咱们女孩子逼去下海吗？特别是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女孩子。我失业了，就真的只能去按摩会所上班了。没有办法，这个社会就是吃人的。姐妹们，今天要和你们分享在新加坡夜场上班是什么体验。之前在国内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找工作，每天也都在悲剧，被逼到了绝路。本来想去台湾的夜场试试运气，因为我一个姐妹家去了台湾，她说收入很高，可谁能想到台湾对大陆人这么多限制，没亲戚关系根本去不了，除非你找个台湾男人假装结婚。在机缘巧合下，我来到了新加坡。新加坡夜场的工资很高，我在这里1个月就赚到了20什么，工作日常就是陪酒，高工资都是靠我喝出来的。想去做夜场的姐妹建议都出国做吧，国内的客人质量太差了。我们虽然是做夜场的，但也有权去筛选客人。其实这场失业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那就是台资企业的撤离，这就导致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被掐断。过去几十年，很多台湾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，给无数人提供了工作机会，像富士康、广达、伟创、人保这些大厂基本上都是台资背景。但现在大量台企开始撤资，回流台湾或者转向东南亚市场。举个例子，福建的台资工厂投资额创下10年来的新低，上海、昆山的台商也在大规模撤离，很多曾经薪资不错的岗位直接消失不见。对于那些习惯了台企的工作环境、薪资水平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。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，有人选择去台湾，有人选择去东南亚，甚至有人彻底放弃职场，靠直播、短视频、微商勉强为生。讲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丝焦虑？年轻人该何去何从？以前我们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，但现实是努力不一定有回报，选择才是最重要的。台湾的就业环境确实比大陆更有优势，至少在薪资、工作时长、生活压力上都显得更友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轻松去台湾工作，因为台湾的政策对大陆人有限制，这条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还年轻，有学历有技术，可以考虑海外求职，比如新加坡、日本、欧洲，寻找更稳定的工作机会。如果暂时没有出国的条件，那就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不要让自己被大环境所淘汰。时代变了，唯一不变的就是适者生存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不要被失业潮吞噬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乏机会，而是缺乏看清机会的眼光。希望我们都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在困境中迷失方向。
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欢迎给我留言，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吧。